们，我们现在就要透过青蛙的故事来认识印尼语咯。那我们现在要开门了，开门以后见山是山，第一个故事就要开始了。那当然，我们看第一个故事的时候，里面的细节一定不可能完全都懂，对不对？不用害怕，也不用担心。我们先将这整个故事呢分成3大段。这个故事一开始要先铺陈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在寻找青蛙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，各个精彩的、惊险的各种镜头都会浮现在我们的面前。那最后呢，到底找到了青蛙没有？到底这个青蛙最后会不会跟小主人一起回家？这些不同的细节在每个故事里面的表现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在我们这个单元里面呢，是透过这3个部分来一一的看这故事的内容，然后呢，顺便透过里面的动词的分类、动词的练习来学习动词、名词的差别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既然开门见山了，你的任务就更加的有趣了。首先，我们要理解印尼语文本的结构是什么。好，我们现在来问问看何老师一些问题咯。老师，请问你觉得青蛙的故事该怎么分段呢？要怎么分段？那就要看人、时、地、物，对不对？你会看他说时间，啪嗒开始了，然后呢，在什么地方？就在那儿。那有些什么人物呢？有这些人物。那这些人物要开始做一些事情，就要开始有动作。所以它的分段，你会透过人、时、地、物来看这整一个故事是怎么进行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那第二个问题，老师，这个故事里面好多人呢，有呱呱、青蛙，还有小狗，还有嗡嗡嗡，好多蜜蜂。印尼语要怎么介绍一个新的人物出场呢？要介绍新的人物出场，那就会告诉我们有一个小男孩，有一只青蛙，有一只小狗。所以这时候呢，就会有许许多多这个量词跑出来，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就会出来。那接下来再提到它的时候呢，就没有这些东西啦。原来如此。老师，那第3个问题，这个故事里面好累哦，里面要跑，还要爬树，还要掉到河里去。印尼语到底是怎么描述这些动作的呢？老师，这就有趣了。所以你就要看他爬树的时候是向哪里爬，他在看的时候是在哪里看。那这个时候他被追逐的时候是怎么追的？这些都会透过印尼语描述动作，我们看出它的端倪。那我们下面就仔细看一看我们故事的内容了。